恐龙灭绝至今已经超过了6500万年，它们的神秘消失成为了地球生物进化史上的一大谜团。然而在中非东部的灌木丛深处暗藏着一种神秘的不明飞行生物，从外表来看长得和翼龙非常的像，然而更可怕的是它对人类很不友好，经常会从天而降攻击船只，甚至盗掘坟墓吃掉腐肉。那么这种神秘生物到底是什么来头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，今天我们来讲康加马托的传说。在民间传说当中，有许多奇奇怪怪的飞行异兽，充满了奇幻色彩。然而在非洲的亚热带地区，尤其是赞比亚、刚果和安哥拉等地，流传着康加马托的传说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破坏船只、压倒船只。根据记载，康加马托是一种巨大的淡红色的生物，翅膀坚硬，没有羽毛，翼展范围从4英尺到100英尺不等。在1932年的时候，探险家弗兰克·韦兰出版了一本著作《被女巫附属的非洲》，书中提到了一种名叫康加马托的神秘生物，它长得像蝙蝠，又像长着魔状翅膀的蜥蜴，因此它才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。自从该书出版以来，有许多读者都认为它是一种未知的巨型蝙蝠，也有人说是纳米比亚的新翼龙。可是恐龙都灭绝了这么久，那这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？然而不管康加马托到底是何种生物，人们对它的印象并不太好。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它只会吃鱼，但实际上康加马托是带有很强的攻击性的，它能够在水下游泳，抓住并掀翻独木舟，有的时候它还会突然提高水位，使船只倾覆。因此在传说当中，康加马托是居住在靠河流和沼泽的洞穴当中，凡是冒险接近河流的人们都会遭受到攻击。在非洲，下地墓葬通常不会埋得很深，所以康加马托还会用长长的喙去挖坟、偷尸体、吃腐肉。除了对尸体感兴趣之外，康加马托还特别钟情于人类的小拇指、脚趾、耳垂和鼻子这些部位，所以当地人对于康加马托可以说是闻风丧胆。人们在穿越河流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，身上都会带着护身符，保佑自己免受怪物的伤害。在当地的人心目当中，康加马托是比超自然生物更加可怕的东西，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。其实在弗兰克的描述当中，康加马托的喙部装有锋利的牙齿，不过即使后来有许多目击者报告，也无法确认这一点，因为没有人在近距离接触康加马托之后还有命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。在1911年，有目击证人在卢夫马通加附近的穆塔达河上看到了2男2女被一只康加马托给杀害了。然而弗兰克在调查的时候发现，案发时期穆塔达河正处于洪水之中，所以这一目击报告只能证明当地人对于康加马托力量的信仰。至于4名受害者是否真的死在康加马托手里，还有待商榷。1920年，在现津巴布韦这片区域里面，有一个胆子大的男人决定去探索新的沼泽地。这片沼泽被认为是恶魔的家园。果然他出师不利，遇到了一群从未见过的大鸟，男人还被袭击了，身受重伤。醒来后他只记得这种大鸟有着长长的尖喙。后来殖民地管理员找到了他，想详细了解这种大鸟是什么品种，于是给了这个男人一本记载动物的书籍。男人漫不经心地翻阅着，把其他猜测到的物种都排除了。然而直到看见了一幅翼龙的插图，这个男人吓得尖叫着跑了出去。1950年，这一次康加马托袭击人类是发生在赞比亚的班韦卢虎公园。当时这是一片沼泽地，受害者身受重伤，他被带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。警察找来纸和笔，想让他根据回忆画出当时袭击他的动物，没想到受害者描绘了一个与翼龙完全一致轮廓的生物，这和上一次的目击报告非常的接近，只有细节处有细微的变化。不过有人对此表示怀疑，因为受害者的脑子里面早就有过类似于翼龙生物的说法，所以出现了记忆混乱。1956年，在这一年，赞比亚班韦卢湖附近的工程师 JPF Brown 描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说法。他当时在一个名叫罗斯伯里堡的地方停了下来，那个时候大约是晚上6点钟。Brown 看到了2个生物在头顶上缓缓而无声地飞行着，它们的外形看起来像是史前生物，有长长的尾巴和窄小的脑袋，翼展约有2米，其中一个还张着嘴。Brown 还看到了大量的尖牙。也大约在这个时候，每日电讯报的记者伊恩·科尔文在赞比西河流域看到并拍摄了一只被认为是翼龙的动物，大家对此都很感兴趣。难道人类真的要找到史前幸存者了吗？不过有人发现了很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这些目击康加马托的地理位置似乎都是观鸟地点。如果真的存在翼龙这种生物，那为什么没有收到过任何观鸟爱好者的报告呢？这是不是在哪里搞错了？自从这些目击报告流出后，
报纸上也争相讨论过翼龙复活的话题。几位动物学家坚信这绝对是一派胡言，人们认错了动物才会以为碰上了翼龙，因此他们提出了2种动物的可能性。第一种就是金头鹳，这类大鸟生活在非洲东部热带地区和赞比亚的巨大沼泽地区。金头鹳体型高大，平均有 1.2 米，翼展可以达到 2.6 米。它拥有巨大的喙部，尖锐锋利，甚至可以穿过鳄鱼厚厚的皮肤。在飞行的时候，金头鹳像苍鹭一样缩回头部和颈部。话说这么大的喙，谁看了不得望而生畏？难怪金头鹳会成为最流行的一种猜想。而第2种猜想就是鞍嘴鹳。根据《每日电讯报》的记者伊恩的说法，他拍到的照片是一只高大的鸟，长着锋利的长喙，很容易造成刺伤，但根本不像是翼龙。确实，鞍嘴鹳除了有一个尖喙以外，其他方面可以说是与翼龙毫无关系的。其实除了把康加马托与大鸟联系起来之外，人们还有另外一种猜想，那就是和传说当中的巨型蝙蝠奥利托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据说奥利托是全黑色的，大约有老鹰这么大，有一对半圆形的尖白牙齿，翼展至少为 3.6 米。然而根据动物学家猜测，这种奥利托的原型就是垂头蝙蝠，它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蝙蝠，雄性的翼展可达90厘米。不过这种蝙蝠虽然头部形状奇特，但不具备有攻击性。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康加马托的整个传说只源于当地？根据瑞典古生物学家卡尔威曼的推断，这和坦桑尼亚的恐龙化石有关。因为在第1次世界大战前后，德国和英国的挖掘团队在坦桑尼亚发现了许多恐龙化石，他们聘请了许多当地人处理恐龙的骨骼，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亲眼目睹了翼龙的骨骼。然后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就有了这样的传说。不过也有人认为这种解释很牵强，因为人们对于康加马托的信仰早就已经产生了，而且在当地通讯落后，部落之间也不会进行长途旅行，消息又是如何流传开来的呢？况且早期古生物学家和解剖学家对翼龙化石的重建通常不准确，工人们也更不可能确认翼龙的形态，所以只能说这片土地与恐龙化石有渊源，但与康加马托的故事其实没有什么联系。其实赞比亚人是一向很迷信的，他们相信巫术，就连生病了，大部分人也都会去找传统的巫医治疗，所以就出现了康加马托这种栖息在沼泽中的生物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远比所谓的超自然力量更加的恐怖。很多人都批评这些冒险家的文章都是相互模仿，以讹传讹，他们都没有更加具体的细节，目击者报告更是不可靠。其实在相对落后的地区，消息比较堵塞，1、2个故事传来传去，引起恐慌，很容易让人相信是真的。我们是因为现在能够接触到足够多的信息，才能把事情得以全面。但是反过来想想，如果这些难以捉摸的生物确实存在，那么它们真的被时间遗忘了吗？那目睹了地球的更新迭代，它们在地球上又经历了些什么？这么想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呢？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正正，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